Hello， 大家好，我是堂主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下我自己的私家车的盘点啊，也不多，一共就7台。啊，如果是一个二手车贩子，他到了年底手底下还有这么多车呢，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尤其对于现在的行情来说。但还好，这些车呢都是我的挚爱啊，至少截止目前为止啊，他们还不是商品车。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来一台一台盘点吧。先来说我身边的这台 LS400千禧版，这也是雷克萨斯旗下最高端的轿车系列，叫 LS。1991年出的第一代，然后我这个呢是第二代。你看着它是第二代，但实际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第一代的中期改款的版本。但是呢，它跟第一代其实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它发动机，它加入了 VVTi。比如说它变速箱从第一代的4AT 变成了5AT，比如说它的内饰做了很多的改进，然后呢，它的外观也变得更现代化了，并且这台车它的驾驶感受，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非常接近现代的轿车。我开过了这台车之后，我才知道，其实汽车工业它的发动机、变速箱的技术，最近这20-30年，我认为没什么太大的进步。然后它的音响，最近这20-30年也没有太大的进步。这台车呢，用的是一台4.0的发动机，它最大马力是290匹。其实你开在路上代步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动力非常的猛。然后呢，这台车它原厂是一个黑色的，但是我给它改成了银色，因为我小时候看香港电影看的很多，然后银色呢是一个新车不显新，旧车不显旧的这么一个颜色，就是看起来会非常的古典，非常有质感。然后我给它贴上了一层车衣，换了一个 BBS 风格的轮毂啊，这个是国段，换了一套博德的避震。现在整车开起来感觉非常的好，我把它从北京开到了西安，就是去提我那台小米苏7的时候开的就是它，然后从西安开到上海，上海开到四川成都，成都再开回北京。这个车呢，因为我们给它彻底的拆成了骨架，然后一点一点翻新，所以这台车呢，虽然它年限已经非常的老了，97年的车，但是它可能是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能跑长途绝对不会掉链子的一个车，因为我们确实收拾的很用心。那这台车呢，它因为是一个 V8 嘛，所以一定要给大家听一下它的声浪来。喂，操，打不着了，打不着了，电瓶没电了，跟蚊子叫一样。接下来带大家感受一下它的中道音响的音质。就是它这种老车，当你坐进这个车里面的时候，闻到它那种古色古香的味道，听着它那种带有一点点年代感的那种音乐，那种享受，你懂我意思吧？非常的爽。你现在通过麦，对吧？然后传到大家的耳朵里面的声音，我相信都很动听。更何况是你现在就是真人坐在车里面，然后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隔音的环境之下，你在听，哇，那种享受真的是仿佛让我们一夜之间回到了90年代啊！对，这个车在90年代的时候，它的价格是应该是70多万，具体这个车的价格我不知道，但是我曾经看到过有一张1代的 LS400的发票的价格应该是70多万，但是你要知道那是97年以前的70多万，那是什么概念？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爹说，我小学的时候600块钱一个学期，那个时候他在一个小城市5万块钱可以买一个铺面。90年代的时候，90年代70多万，你想想得多少钱？但是现在时隔反正20-30年之后再来品味这个车，还是会觉得让人非常激动。反正这个车呢，就是我的一个梦想情怀之车啊，实现了它，就是让我觉得很爽很爽。哪怕我一年可能也开不了它几回，但是偶尔我能跑个长途，或者在深夜的时候去感受一下它，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接下来呢，就是我的第二台车，英菲尼迪的 M35。这台车呢是08款的英菲尼迪 M35的顶配，叫做尊上版，10年上的牌，
然后是一个顶配，配置非常的高，后排有电视，前排有自适应巡航，座椅通风，座椅加热，你能想到的现如今的那些汽车的智能配置它全都有。然后这台车的来历呢，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很清楚，就是看过我节目的都知道，这个车呢是我之前卖出去的一台车，但是呢当时我们卖出去的时候，因为查不到记录，所以呢这台车它有调表的记录，我们也不知道。然后车主呢开了3年，然后准备卖车的时候发现了，然后就跟我们协商，然后我们就直接出发去广西把这个车收回来了，原价收回来的。然后呢回收回来之后呢，花了10几万，然后买了全套的这个车的所有的底盘件，日本原厂的底盘件，把它所有的底盘件全都换掉了。发动机的漏油啊、漏水啊那些问题也都给它解决了，内饰全部翻新，外观全部翻新，费尽心机去搞其实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教训。但是我修完了之后呢，后来我好几次去外地出差，我其实都是开的这个车，但是我发现这个车真的是非常的好开，3.5的自然吸气 VQ35 的发动机，300来匹，在高速上面开着非常的稳，就是这个车是我们公司大家出差最喜欢开的车。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前面这个大灯喷水的这个开关都被我们在高速上面跑掉了。然后呢，天窗，我们去外地出差的时候，有一次下了大雨，然后这个车天窗也关不上了，我们临时用大力胶给它糊死了，糊到现在也没有修。为什么没有修呢？是因为我们现在也把老李的业务给它剥离出来了，我们把公司所有的车间全都重新装修了一遍，我们把维修的业务重新剥离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车反正以后在店里面，哪怕是我自己修车，也得自己出钱。然后老李呢，他现在就忙着接各种各样的粉丝的修车的活，然后也没有时间、没有空来搭理我这个车。反正我每次让他修呢，他就说：“哎，这个粉丝的活都忙不过来，对吧？还忙你这个车，你反正也不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他现在身上有这2个小瑕疵，还没有修呢。但是这个车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开得非常的爽。总而言之呢，这个车反正现在就是我们公司出差最常用到的车没有之一。你要说我对它有多喜欢呢？其实倒也没有，但是一点儿也不讨厌。这个车呢，反正当年是一个冷门车，因为它当年的竞争对手是宝马5系、奔驰 E 级、奥迪 A6 这些车，它怎么可能竞争得过那些车呢？但是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其实你会发现，当年限老了之后，这种老的日本车，它质量真的是还不错，真的是还不错。反正用作出差什么的都 OK， 没有问题。那接下来下一台，这个呢是一个铃木的雨燕。这个车我上大学的时候非常的喜欢，因为我觉得它很帅、很漂亮，小巧而玲珑，就是它整个车身比例，你看起来非常的好看，不管车头车尾还是从侧面看，都很好看。而且你别看它车小，实际上它车内的空间非常的大。然后它现在价格非常便宜，这个车我以一个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的。然后你会发现，现如今这个年代，什么车都疯狂的往外掉价，而且不好卖。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级别，当它价格已经掉到非常低廉的程度的时候，它保值是非常高的，而且它转手非常容易。这个车就是我当年在卖这一堆车的时候，问哪个车的人最多，这个我统计了一下，不下有100个网友要买我这个车，但是我没卖。为什么没卖？是因为我要把这个车拿过来给我们公司的小伙伴一起来做一个节目，大家一起开这个车下赛道，看看谁圈速最快，到时候可能很快节目就会出来了。我也给它做了一定的基础程度的改装。总之呢，这个车是伴随着我年少的时候、青春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想买的一个车。当然现在反正对我来说它就是对吧，一个很便宜的一个实现我的节目工具的这么一个车。可能做完节目之后，我可能就会把这个车卖掉。那接下来呢，就是我的伊兰特 N， 这是我买的人生第一台新车，伊兰特 N 的高配，26.38万的一个新车价， 2.0T 的发动机，276匹，然后是一个前驱车。它最牛逼的地方就是它有这个价位独一无二的双离合变速箱，而且它的双离合变速箱跟大多数的家用的双离合完全是2个世界。大多数的像类似于大众啊，或者类似于国产车的一些曾经的那些双离合变速箱，
它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什么？是为了实现省油，是为了实现降本，这么一个目的做出来的双离合。但是这个车双离合不一样，它是为了更高效的执行你所有的驾驶的意图而做出来的一个高性能的双离合变速箱。它有着非常强悍的散热，并且有非常聪明的逻辑。这个车你在赛道上、山路上或者任何你想激烈驾驶的时候，它会随着你的油门开度来自动决定它的双离合目前处于哪个档位，所以它非常的智能。因此你在赛道上驾驶，你根本不需要开手动模式，就自动模式就行，就很快。然后呢，这台车它的极限，很多人说不如Type R高，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它极限不如Type R高，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宽体以及底盘原装程度非常高。但是你要知道，它只要26万多，Type R要42万，对不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其实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它比Type R只慢了一点点而已。在有一些小赛道，它甚至还能反超，靠的是什么？就是它的双离合变速箱以及它开放程度非常好的 ESP。你开这个车绝对不会说你在赛道上面，当你关了 ESP 之后，去感受到那种一会儿切你动力，一会儿感觉特别拧巴，电子系统又介入，绝对不会。这个车现代 N 的那帮工程师从宝马 M Power 过来的，他们就很懂真正的驾驶者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为什么买这个车，就是它真的是这个价位里面，我觉得集齐了乐趣、圈速、日常使用各种各样的东西于一身的性价比之王。那接下来呢，就是我的车库里面最重磅的车型，小米SU7，流星蓝的小米SU7，非常的好看，对吧？非常精致。现在夕阳之下，照在它的车漆上面，我靠，我看着就觉得这太漂亮了。这个车的来历，我相信看过我节目的人应该都知道，所以我也没必要做过多的赘述了。这台车呢，29万9,900的新车价格，它有673匹。你别看它有2.2吨，但是它在各个赛道都非常的快。你很少见到说有一个国产车，然后它圈速能做得这么快的，并且这个车日常开着，其实比它在赛道上的表现要更加的亮眼。它在街道上面开着的时候，它的空气悬架很有质感，然后它的转向什么的，开起来那种感觉就是很舒服，而且它的车机尤其的好。小爱同学啊，就是把手机的小爱同学给呼唤出来了，非常的灵敏。你想要几乎任何指令，就是你只要说出来，它立马就能给你执行，就是很聪明。我几乎没有遇到过黑机卡顿这种现象，没有。它真的在赛道上很快，不是夸张的。你可以看各种各样的圈速榜，你就比如说它在天马，只换一套原厂的 Captur R 就能做到1分087，你给它换一套宽一点的 Captur R， 妥妥的1分07。你再给他换一套光头胎，1分06，30万不到，你还要求什么？就是有很多人他就是觉得运动型车或者有运动风格的轿车就是卖不出去，错了，兄弟们。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市场上面以前那些自诩为运动型车的那些轿车为什么都卖不出去，或者说卖的不好？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们的运动性做的其实并不好？你想想那些死掉的那些所谓的运动型车，有很多车它之所以卖不好，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它是伪运动型车？就是它可能代步也不舒服，运动性也不好，它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想要，最后发现方方面面都没有做好。它不像小米SU7，小米SU7它真的就是它日常开着很舒服，但是它赛道真的又很快。所以很多人说小米它卖的好是因为营销做得好，你错了，兄弟。我觉得有很多网友总结的很对，小米有可能就是因为它造第一台车，它还没有学会偷工减料，所以它这个车真的强的离谱。因此呢，小米SU7就不用说了，我太爱这台车了。接下来呢，就是我的 IONIQ 5N，这个是一个绝对的小众冷门车了，但是它的圈速比小米SU7还要快。这个车啊，它的强都是强在了那些普通老百姓不是很关心的项目上面。比如说普通老百姓最喜欢的是什么？最喜欢的是车内的配置多多的，人工智能好好的，对吧？车看起来大气上档次，价格要便宜，这些点它貌似一个都不占。但是它强在什么地方呢？它强在底盘。
它底盘是现代 N 的工程师根据性能车的那套逻辑做出来的 IDA 一体式驱动桥，各种各样的散热堆上去，电机也非常的强。然后呢，轮胎宽宽的，刹车强悍无比，纽北可以连跑2圈，上赛可以连跑8圈，我亲自跑的，每一圈都很极限，我对天发誓。它的刹车会比它的动力要衰减的慢得多得多，也就是说它的动力已经快开始没有力了，没有劲儿了，但是它刹车依然非常坚挺。然后呢，它车里面自动就配了桶椅啊，乱七八糟，所有那些跟驾驶有关的东西它都有。但是其实它日常代步也很舒服，只是会比小米苏7呢要硬朗一些。我这么形容啊，小米苏7会开起来有点像奥迪的很多那种行政级别的那种车的那个日常的驾驶感受。这个车呢很像宝马，它开起来会很紧绷，但是实际上也很舒服。我这么说你可能也感觉不到，有机会你们可以去试一试。反正现在N 呢，你在中国你要想去申请试乘试驾，都是可以申请的。你在买之前可以让你体验，而且可以有赛道体验的这种名额。反正我目前据我所知，在中国大陆的性能车的售卖的地方，反正应该是只有现代 N 这么做，其他品牌你想都别想，不可能有这个待遇。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的最重要的车型，也是我持有时间最长的一台车，20年的时候买的，然后现在已经24年了。这是一台科尔维特的 C7 Z51的版本，在中国大陆这个车手动挡的版本啊只有3台，我这台车是唯一的一台高配。当年这台车的车主为什么选择把这个车卖给我？其实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那个车主嫌这个车太高调了，他觉得这个车他开着它不管走到哪个地方都会被人围观。然后我那个前任车主呢，他又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他不喜欢引起别人的围观。但是你想不通他当年为什么要买这样一台车，可能是因为喜欢啊，反正他就是因为饱受这个被围观之困，所以他选择把这个车卖给我。然后我买的这个车呢，非常的喜欢，我也确实切身的感受到他所说的那种被围观是什么感觉。我当时买的时候是在广东，反正不管是我下地下室去商场，走在十字路口，都会有很多年轻人啊，不管你车里有人没人，直接过来上来咔咔就是一顿拍照，回头率真的非常的爆炸。然后这个车也是历史上截止目前为止最后一代前置后驱的科尔维特了。因为现在的科尔维特 C8 最新款的 C8 已经是中置后驱了。然后这个车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V8 的发动机，460匹，610牛米啊，听着这个数据在几年前啊还可以，但是现在呢，比我这2台电车这个马力数都要小。我这个车马力609匹，摁下 NGB 是650匹，这个是673匹，比它多了100多匹吧。但是它有它的乐趣，它轻啊，它只有1500多公斤，前面的2台电车都有2.2吨，对吧？轻了差不多700公斤。另外一个就是它手动挡，而且它是7MT 手动挡，7速手动挡。全世界的跑车里面有7速手动挡的只有2个车，一个是911，另外一个就是它。而且它的生产的年份比911还要早10年。911大家都知道是1963年面世的，对不对？这个车1953年就面世了，就是科尔维特的 C1 啊。说了这么多，大家肯定对吧？要听一听这个车的声浪，对不对？来，带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美式大 V8 环保叉叉叉。它的声浪就是你随便开一开就是一个炸街的水平。而且这个车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的发动机在前面，它的变速箱在后面，所以它整体的这个重量配比非常的好。中间呢是通过一根非常粗大的扭矩管来连接的。这种重量配比的形式呢 ，AMG 的 GTR 有，尼桑的 R35 的 GTR 有啊。然后这辆车也非常骄傲，但是实际上这个车比它俩的布局都要更早，因为这个车我没记错的话，它从 C5 时代
就是这种布局。所以科尔维特它是一个被人忽视、被人低估的这么一个车啊。当然，实际上它只是因为在中国被人忽视，因为它在中国确实少，因为排量税啊、各种税啊，所以这个车弄的价格非常的贵。但实际上它在美国很便宜，当年的 C7 新车5万美金起，你像我这个配置也就差不多应该是在6万多美金吧。万恶的资本主义啊，对吧？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啊。然后这个车的引擎也非常的有特点，它叫做 Small Block V8 Engine， 就是中文翻译就叫小块头 V8。那是因为它的发动机跟绝大多数的民用的发动机双顶置凸轮轴的布局不一样，它是底置凸轮轴。这个东西解释起来非常复杂，大家可以百度一下。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结果，就是这么布局的一个发动机呢，它就可以把引擎的体积做得非常的小，因为它没有上面那2个大的凸轮轴系统，它凸轮轴是集成在车里面。因此这个车发动机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可以塞进马自达 MX-5 里面，可以塞进 BRZ 里面。在美国有很多人就是这么玩的，因为美国呢，它发动机可以单独售卖。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底置凸轮轴呢，实际上它这个技术，你说多先进没有？它跟货车一样。在美国呢，像这种结构的 V8， 它其实技术非常的古老了，但是它这个技术呢扭矩大啊，有很多货车的 V8 就用的这种布局的这个结构，因此呢，这又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的 V8 非常的便宜。那为什么便宜呢？就是因为它的应用量非常的广泛。你像美国的很多皮卡、越野车、货车用的都是这种结构的 V8， 所以呢，它出货量大，它平均均摊到每台发动机上面的成本就非常的低。所以呢，是美国人实现了 V8 自由。你想一想，欧洲的那些 V8 是不是价格都非常的高昂？为什么？因为那些 V8 它出货量的非常的少，它只装载在一些高性能车型以及一些超跑上面。但是美国的 V8 不一样，什么货车呀、越野车呀、皮卡车啊，用的全是这种 V8，所以美国人才能够把科尔维特做的这么的便宜，就是因为这个。那我买科尔维特呢，其实就无形当中占了2个好处。一方面呢，就是它在美国非常的便宜，同时呢，它在美国量非常的大。那么它就在美国就不是一个冷门车，它的零件供应量非常充足啊，然后它零件的价格也不会很贵。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在中国买它，因为中国非常少，所以我在中国呢又能享受到冷门车的那种爆炸的回头率，以及对于车主的那种虚荣心的满足，对吧？就是简单说就是装逼，它能很好的满足我的装逼的需求。就是这个车，它哪怕跟再贵的法拉利啊、保时捷啊，对吧？迈凯伦啊那些超跑摆在一块儿，至少不懂的人，他一眼看上去这个车气场是一点儿都不输的。所以呢，我既可以满足那种虚荣心，同时呢，也不会饱受小众冷门车的那种修车的苦恼。它的质量还非常的稳定，我开这4年从来没有坏过，其中只因为有一次我脑子抽了，7档起步，把它离合器烧了，修了。然后剩下其他的从来没有坏过，从来没有坏过。而且我拿它跑过很多赛道，它赛道的圈速其实也很快，它真的跟你想象中的那种美式的肌肉车不一样，它是一个真正的性能取向、赛道取向的车。OK， 以上就是我自己的这7台私家车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其实不知不觉之间说的好像有点长了。但是说到自己的车呢，就是会有点情不自禁，停不下来。然后呢，今年因为我跑赛车跑的比较多嘛，有稍微有那么一内内的缺钱。我今年跑赛车花了100多万，真的一点不夸张。所以中途有一段时间呢，我想把我旗下的这些车全都给它卖掉，然后筹集做明年买赛车或者跑赛车的一个资金，对吧？虽然这其中这7台车每台车其实都是我的挚爱。但是为了我的赛车大业，如果电视机前或者屏幕前的观众有谁比我更爱它，这个我也是可以考虑
转让的啊，忍痛割爱，好吧？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我是堂主，我们下期再见，拜拜。